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最近更新就换了我们的文明，可以把原本文明还有一些提升转换了，不一定要用回原本文明的提升。就有不少观众就问我应该要选择哪一些文明会比较适合？对于不同的兵种，哪一个文明会比较好？哪一些提升会比较好？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现在没有十全十美的文明，因为以前比较多的统帅他们还是使用技能伤害的时候，或许奥斯曼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但是因为现在统帅又有重击伤害又有连击伤害，可能之后还会有真实伤害再继续推出，更别说还有包括远程统帅，所以你没有办法选择一个文明完全提升所有的东西。当然我也是希望官方之后可以推出类似的文明或者是提升，把所有的兵种给提升了。所以这边你们要选择文明取决于你现在拥有的部队有多少的数量是属于骑兵、步兵、工兵、工程车，还有就是你是集结或者是驻防的玩家也是有区分。像如果你是比较偏集结的玩家的话，你们就可以选择这些提升是有包括集结部队伤害提升，并且选择你想要的部队。那我们这边先从工兵开始吧。那因为现在文明跟阵地分开了，所以你们可以选择你自己兵种所需要用到的文明，然后阵地你才去挑选你所需要的。像工兵玩家的话，一般会比较推荐韩国文明，在韩国文明中会提升更高的攻击力还有防御力。虽然这边生命值有一点少但是如果你们选择它的争议的时候，你们可以选择奥斯曼的争议，就是这个工兵单位生命值提升 5%。 这边你们要搞清楚，这里文明提升的是基础提升，但是如果是说争议的话，它是提升 5%， 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并且部队行军速度有提升 5%， 各位也知道工兵是真的走得很慢所以部队行军速度提升这个是很有必要。再来就是现在工兵依旧还是使用技能伤害嘛，统帅技能伤害提升 5%， 再加上原本工兵的装备额外的提升技能伤害，配合一起使用。那当然如果你不是大佬，你是小玩家的话，你不想要用到这些争议，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法国的文明提升部队生命值提升 3%， 也可以弥补了工兵生命值比较低的问题，但是它这边就稍微少了一个 2%。 木材采集速度提升，因为我发现到工兵其实用蛮多木材这个也是有用到的。再来就是医院治疗速度提升 20%， 这个可以减轻小玩家的一些负担。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选择中国的文明，攻击力提升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争议你们一样会选回奥斯曼文明的争议提升，还是一样，你们是小氪玩家没有花钱的玩家，就把争议换成法兰西的文明争议提升。这奥斯曼这里的基础提升呢会比较偏低一点尤其是防御力会偏少一点。虽然生命值有比较高的提升但是我们这个可以从其他文明的争议这边去弥补，所以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提升这边基础的提升，你那边另外选择争议的时候再加上去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步兵玩家可以选择希腊的文明争议，这边基础攻击提升会比较高一点227，但是防御跟生命会比较偏少一点不过关于这个部分，你们可以选择罗马的争议，步兵单位防御力提升 5%， 部队行军速度提升 5%， 食物采集速度提升 10%， 或者是你们可以选择法国文明的基础提升，这里生命值就比较高一点了。虽然这边防御力比较低一点但是在步兵的装备那边也可以弥补到防御力的问题。然后现在大多数的步兵都是使用重击伤害所以攻击力的提升是很重要的。那么也是一样，你们选回罗马的争议提升，这里也可以弥补防御力不够的问题。然后行军速度现在也是很需要的，食物采集速度这个看你们有没有必要了，不过大多数玩家应该都是用自己的小号去采集的。这一步选择维京文明的基础提升的原因就是它这边防御其实提升的会比较高一点但相反的它的生命值就提升的没有这么高了。刚刚我在前面就有讲过了，其实在装备方面呢可以弥补到防御的问题，而且我们这边选择的争议也可以弥补上去，所以在它的基础提升增加防御力，其实这个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啦。我选择维京文明这里的争议提升是因为它这边提升步兵攻击力
力嘛，其实在现在的重击伤害统帅里面都有很高的攻击力提升了。然后反击伤害其实反击的那个伤害数量其实有限啊，你就算提升了3%也不会有太多，所以还不如你选择行军速度，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一点。至于骑兵方面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使用阿拉伯的基础提升，攻击力提升会比较高一点，但是相反的防御力会稍微低一点点啦。但是我本人其实是选择德意志的骑兵基础提升，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在更新了之后我没有去换过文明了不过也是要换了。另外一点就是我个人在体验了骑兵下来，其实防御力真的是比起攻击还有生命来说更重要的，在骑兵的时候，所以我才会选择德意志的文明。但是争议方面呢，你们可以选择其他的，就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是小玩家就可以选择法兰西文明，生命值提升3%，但其实骑兵不需要用到木材啦，我基本上是不采集木材的。但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医院治疗速度提升20%，主要是拿这2个提升而已。所以如果你是一般小玩家的话，你可以使用法兰西的文明，不然你们可以选择拜占庭的文明提升，骑兵单位生命值提升5%，石料采集速度提升10%，医院容量提升15%，也是跟医院相关，然后采集速度提升，骑兵也是有用到石头的，木材是没有用到的。但相反的，医院容量这个就一般般了，因为医院速度会比较重要一点，容量它只是让你可以放更加多的部队而已，就取决于你要不要花更加多的加速去治疗你的部队。假设说你是有足够的加速的话，其实用这个拜占庭的文明提升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基础提升就使用阿拉伯的或者是德意志的。至于工程车的话，其实不在我的考虑范围那对我来讲，工程车的攻击力提升会比较重要一点，所以的普通攻击伤害提升3%，部队训练速度提升5%，我会选择这个提升。但如果是说到基础提升的话，其实这里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是专门针对工程车提升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假设说你现在是使用骑兵、步兵、工兵的文明，像我刚刚所讲的，你选择哪一个文明的基础提升，再加上另外一个特色去使用就可以了。因为我相信应该不会有太多玩家是专门使用工程车远程的玩家吧，应该还是有少数啦，但并不是很多。那个你们就要自己想要去选择哪一个文明了。所以这边做个总结，如果是骑兵的话，就选择阿拉伯的文明；步兵就选择希腊的文明；工兵就选择中国的文明或者是韩国的文明。至于争议方面呢，就像我前面所讲的，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直接选择法兰西啦。如果你是氪金很少的玩家，或者是没有花钱的玩家，直接选择法兰西就不用去翻那么多东西了。当然，如果你对自己的一些争议额外的提升有要求的话，你们就可以参考一下我前面所讲的一些选择，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至于低阶玩家的话，你们就选择希腊的提升，就包括步兵生命值提升、集结部队伤害提升。骑兵的话，你们就选择阿拉伯的提升，骑兵攻击力提升，集结部队伤害提升。工兵就选择埃及，工兵攻击力提升，集结部队伤害提升。假设是住房的话，就有点不太一样了，你们就要选择生命提升了。那如果是步兵的话，依旧还是选回希腊的提升。骑兵就要选择拜占庭，骑兵生命值提升，医院容量提升。工兵就要选择奥斯曼，工兵生命值提升，统帅技能伤害提升。至于其他我没有提到的文明呢，就比方说玛雅、不列颠、日本、西班牙，这些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啦。我真正有用到这些文明的提升呢，我相信都是那种纯兵的玩家，就比方说像我这样子全部都是骑兵的玩家，只是偶尔用一下远程而已啦，就有这个需求。如果是混兵的玩家，真的很难去选择你应该用哪一个文明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各位啦，你们根据自己拥有的兵种部队数量去选择自己要哪一个文明。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有遗漏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